在湖北一个悬崖村，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：9旬老人离奇失踪，500米悬崖顶部发现老人随身物品，经过地毯式搜索，老人却像人间蒸发，没有了半点踪迹。据当地村民讲，3年时间失踪3个人啊，都是无果而终，都没找到哈。无果而终，都照现这么说的嘛，挨上挨下，水上到处就像树枝树底，你就是个矿泉水瓶瓶，我们也找得到，应该是。对，但这个人他现在说不清楚了。由于极为险要的地势，悬崖中间的密林成了最大的疑点。受家属委托，这时候呢，我们从重庆云阳赶往湖北巴东，连夜前往进行搜索，并全程记录。希望大家随我镜头分析老人究竟去了哪里。我们携带绳索装备抵达了发现老人拐杖的地方，在发现鞋子的地方准备开线布绳下去寻找。向阳在下面开线，发现了一个天坑，然后我这时候呢带200多米的绳子下去，抵达了第一平台。向阳在那个位置发现了一个深坑，那就下去找一下吧，不要错过任何有疑点的地方。就在近几天，还有红白鼯鼠在这里停留过。我想，如果有人的话，这红白鼯鼠是不敢到这个地方来。刚刚吹大风的时候，我闻到有一丝那个腐烂的味道。这边是一个峡槽，看这个下面，这里就是一个深坑，它是悬崖中间的这样一个倒进去的这样一个负角度的深坑。这个下面，如果是从那个上面下来的话，就一定在这里面。所以说很可疑啊，咱们去看一下。很可疑。然后这里下去的可能性呢也是有的，这里下去有500多米的高度，500多米的高度，家属在下面的树林里面是仔细寻找了没有？现在就是看这个天坑了，从这里做安全保护站，然后再下入这个树顶。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上面的叶子哈，有那个被翻动的痕迹。岩壁上面也没有血迹，这个不太确定啊。这里有叶子啊，要不我们下到底再说吧。没有哈，连痕迹都没有。这里非常滑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怀疑前面那个裂缝当中有没有。但这里没有血迹，只能看到古往今来有很多石头掉下来砸碎的痕迹，是不是？但这里很陡，裂缝最深处的情况。有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是吗？是啊，确定是没有啊。这里也没有血迹，没有什么，但是有苍蝇，苍蝇可能是什么东西的动物的粪便吧，有可能。有可能。这里确定没有啊。可以看到周边再没有别的动作了哈。从这个天坑里面爬出来了，并没有发现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继续向下开线，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这个人呢会掉在这些树当中，还有这些岩石裂缝当中哈。继续下降，右边这个峡槽里面是没有的哈，空空如也。然后向阳还在继续开线。这位啊，你无人机发现的那个峡槽是不是这里啊？对对对，要仔细检查一下这个峡槽，这样下去。这里很多枯叶子，下去把叶子刨一下看看。可以。我扔了。扔。听不到落地的声音。完全听不到落地的声音，听不到，非常高。这个石柱的第一个平台里面是有一个一次性碗，在别的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然后再看这个后面，向阳这时候在检索那个大斜坡，
这个树上看到了好像有这个擦痕，这个擦痕是直接这样下去的哈，它是不可能在这个平台上面就落住的，有可能哈，只是说有可能那个人已经完全是到了这个悬崖下方去了。现在我们已经抵达了标点位置，继续向下搜索。我做好了安全保护啊，看一下这个后面，这是唯一，就是说在这个悬崖上面最后有可能会落人的位置了。这时候向阳在下面进行搜索。设备啊，人证也快用完了，目前还没有发现。这里有可能再下去的话就是悬空了，那这是落不住人的。如果有东西从这个上面掉落，那么这里一直下来都是85度这样的陡坡，然后在经过这个平台的时候，它一定是会受到撞击抛出去，那就基本上是到了下面的这个清江河。这个悬崖差不多是500多米高，到清江河的垂直高度是600多米。他的家人怀疑是掉到了这些树叶里面啊，你看一下，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性，这个平台呢确实是兜不住。无人机里面看着很平，但实际上来到这个地方，它是坡度非常陡的，还在继续向下布线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已经半枯萎了的这种打伤的树。这个应该是好几天前，但是在上面并没有找到衣物的痕迹。这根树是确确实实的被砸下去的，断了一根枝丫。继续下降。这里下去的高度可能还有接近300米，总高度呢差不多是500多米，就是有可能落得住人的地方，我们基本上是全部搜索了一遍。那极有可能呢，这个人如果是落到了这个悬崖这里，那极有可能在悬崖底部啊，准备原路返回了。我们上升返回下降点的时候，天已经黑透了，准备明天天亮了之后继续寻找。时间来到了第2天，我们抵达了发现老人帽子的地方，这里有一个奇怪的人为痕迹，这就是发现老人最后待的位置。在这里呢，做了一个简单的护栏，可以看到这是用树根绑的哈。应该当时这个老人是在这里蹲了很久，但是鞋子是在下面发现的。今天准备横切50米，搜索悬崖上所有存在疑点的平台。做好安全保护之后，我们继续下降哈。向阳再继续开线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岩壁上面全是这种比较细小的植被，但是在我们下降200米之后，有一个斜着的平台，那个疑点比较大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去搜索那个平台。做好了安全防护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下面呢，就是我们刚刚在无人机里面勘测到的那个斜着的平台。这里到河边的距离是500多米。这些树枝虽然在无人机里面看到长得很茂盛，但实际上它的树干并不是很粗壮。如果上面有重物坠落下来的话，这些树枝是挡不住的。所以我们现在最大的疑点呢，应该就是那个下面的那个平台，因为平台是石头的，它是可以兜住一些东西的。已经接到那个雪层台的最上头。发现老人的贴身物品的地方就在这个悬崖的上面哈，从这么下来呢是有100多米的高度。这个平台上面我们刚才仔细搜索了一下，并没有发现。现在就是这个大平台，搜索这个大平台，这里一直下去都是陡坡，但是这个平台呢，它过去是有150米的这样一个长度的。这个才是真正的密林，在无人机里面是完全看不到的。有很多人呢
肯定会说为什么不用无人机找？第一是无人机靠近这个岩壁会成自带模式，无人机不受控制；再就是这个林子啊太密了，现在已经返青了，可以看到很多树木呢都发了新芽。我们现在要找的是它的这些密林当中啊，无人机根部，根部才是最主要的疑点。现在要从这些刺里面往下走，走到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是嫌疑最大的。现在咱们基本上是搜索了1/5的面积，并没有发现。这个下面有很多地方，看到没？这个树枝有被打断的痕迹，就是这种哈，这个被打断的痕迹。然后这个下面还是陡坡，我们要继续开线。然后2个人是并排往下找，这个平台差不多有30多米宽，每个人看15米宽的这样范围。这里是阳光晒不到，是一个暗槽，但是这个槽子我们检查了一下，并没有。但这边有很多这个滑落的痕迹，包括那个地方，只能说向下寻找。看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，这里有一个断崖下去，所有的这种溜槽啊，全部都是在这个下方聚拢的。它这里相当于一个葫芦形。我们现在要检查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有个黑洞，大家看到吗？然后呢，这边包括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根枯树也找到了，就是那个树上有被扎伤的痕迹，这里也有啊，感觉应该快找到了。看，这个就是无人机里面看到的这根枯树，这个是断了不久的哈，然后叶子还没落，因为这个老人失踪已经半个月左右了。但这个下面并没有发现，你那边什么情况？没有，这边没有。这个洞里面看一下，这个山洞里面什么都没有，确实没有，没有。现在只能向下继续寻找。看这个树叶，像不像半个月以前掉落的树枝？有点像哈。这个下面依然是一个80-90度的陡坡。继续下降，咱们来到了这个平台的中下段哈，这里下去就完全站不住了。再看对面，我们昨天是下降到了那个位置，这里也是平台结束的地方，还是没有找到，一点衣物也没有找到。到了这个位置了，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哈。现在我们还在继续向下开线。到了晚上，这个悬崖上面就更难发现了，因为电筒照不到太远，还是继续下降吧。因为那个有一个平台，必须要这样横切过去。你有的话，从这个里就有气泡的哈。现在380米的绳子全部用完，我们也最终抵达了这个中间的平台。可以看到，这依然是一个陡坡。还是没有任何发现，一点痕迹都没有。但是这些沿途的树有可能是他们找的时候丢下来的石头给打伤的。就下面这时候连那个味道都没有了，一点点味道都没有。这个就是这个从下面看起来像很多黄杨木的这个平台，可以看到也是一个陡坡。这是最后一点绳子了，我们把这段绳子讲完了之后呢，再看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就只能返程了。这一片树林，它那个树是长在垂直的岩壁上面，然后就有一些草木嘛，树枝也不粗，然后所有的都找遍了没有，然后我在这个位置一点点的气味都没有闻到。如果是我方圆10多米以内哈。有那个人的话，他腐烂的味道我100%闻得到吗？还是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，而且一点痕迹都没有。我觉得在山崖下面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。关键是你说我们也找的范围很广，前面也有几批探险队啊、救援队来帮忙找过嘛，都没有痕迹，我觉得这个不好说了就。连续是找了2天了，都没找到。
非常的遗憾。我们这时候准备是原路返回了，这时候原路返回了，下面已经上来了300米了，最后一哆嗦了，太遗憾了。我们先后2天搜索了悬崖近2000平米的所有角落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老人家属对悬崖底部的上百亩的山林也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，包括村里的所有的天坑竖井，没有任何发现。老人已失踪15天，希望有知晓线索的网友及时与我们或者老人家属联系，感激不尽，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天坑赌命的故事你听过吗？这处黑暗深渊与清明天坑隔山相望，100年前2人为爱决斗，杨姓男子坠入深渊，自此杳无音讯。跟着争风起诉呀！我也爱他你的，他爱他你的，当中某一个。那么深渊的尽头是天堂还是地狱？随我利用绳索技术探底一窥端倪。看没？李庄洞。几十年前，曾经有2个人，一个姓刘的，一个姓杨的，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天坑赌命呐。他们是为一个心爱的女孩子，最后那个姓杨的呢，就被姓刘的给推下去了，至今呢还没有爬上来。老人说这个是个无底黑洞，我们利用安全绳索下到坑底一探究竟。我们呢这里手洞口，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自然锚点，这里做了一个保护站。看一下后面，这就是一个垂直的水溶型竖井，算不上天坑的规模，但这种竖井往往最可怕，因为周边的植被茂盛，搞得不好就容易掉下去。从这个上面下来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周边有很多乱石，咱们作为开线前锋呢，一定要给它排险搞好，所以随时都在投石问路，不然的话待会儿往上爬就非常危险。我们继续下降。经过50多米降下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来到了天坑的中部，这一段下去是120多米。很多人在评论区里面说，我们看到好东西了之后会不会拍出来？实际上，这种荒山野岭的竖井当中，我们目前是一次那种就是说比较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发现。再者呢，我们即便是有所发现呢，都会将它实时的记录，因为我们就是做最真实的探险纪录片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后面，还非常的高啊。成功落地，向阳正在下降啊，这是150米的悬空，这样降下来的。保护站做好了，走吧。稍等，这角度太漂亮了，我拍个照片。哇，下面有一潭水啊，好像水很深的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直接下降，去下面看一下，这个黑天坑里面究竟藏着什么东西。现在向这个平台下方前进啊，向阳呢成功的将线开过了这一堆生活垃圾，下面发现了很多编织类。说实话，大家还是要爱护环境啊，不要在那个往这个天坑里面丢这种生活垃圾，一些塑料制品这些。长时间的在这个阴暗的环境下，100年来都不会风化，污染地下水系。从这个位置降下来，看一下这下面，哇塞，是一个狭窄的裂缝，但是沿途充满了很多生活垃圾。然后再看这里，我们在这里发现了好大一只红点齿蟾，这是我遇见的最大的红点齿蟾。这种洞穴生物非常少见，而且能长到这么大的是非常非常的少，你看到哈？这里动一下嘞，哎，动一下，看到没？这边还有2个红点齿蟾是有剧毒的，还有啊，还有2个，这简直是红点齿蟾生存的天堂。这里也有一个，我们从这个位置就可以近距离的投石问路啊，把这个弄下去。对，这里。我这里下去一个裂缝，
咱们在这里做了一个保护带，继续下降这个裂缝，看一下这下面是什么情况。这边好像有个洞道，掏出咱们强光手电，大家还看不到，看到没？那边有个泥浆洞，这下边全是淤泥，可能有沼泽。这边好像就是这样一个裂缝。继续下降吧。这下面好多猪啊，全是猪骨头。那个下面也是猪骨头。我的天哪！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里有红莲池子，来这里又发现了一只红莲池子。哇，这是2个，这里有2只。看一下刚才那个地方，竖井的底部没有其他洞道了。这个全是沼泽，哎呀，这里有个红莲齿蟾，好多红莲齿蟾啊！看这个上面一个通天竖井，跟这个黑天坑是一个双子竖井，这里还有点水流下来的。哇塞，这下面太脏了，脏得很。但是越脏的环境啊，这个红莲齿蟾它生活的越好，因为这些猪啊烂在里面了之后，它会怎么样？它会长蚊子，这红莲齿蟾在里面就可以吃那些蚊子。哇，好臭！看这个那么大个猪，现在下阳还在继续下降。这里应该就是黑天坑的最深处了。象牙刚才看到那个断崖就是连通了这里，没有其他洞道了。老人说的这个刘姓和杨姓的那个2个小伙子啊，为爱情天坑赌命，最后有一个人掉下来了，但是在下面并没有发现他的尸骨，有可能是深埋在我们脚下踩的这个淤泥下面了。这个也不得而知，有可能呢只是当地老人说的这样一个传说故事，用来吓周边的小孩子啊不要靠近这个坑口，因为这垂直悬空啊，150多米的高度啊，没有安全设备的话，靠近这里是非常危险的。真的是污染了地下水系，因为在我左手边那边洞道里面有一个那个碧流石那样下来，是常年累月的有地下水从这个天坑底部经过。太心痛了。除此之外，我没有看到其他洞道，应该黑天坑的探索就到此为止了。已经上来了，刚刚在开线的时候没看到，这里有一只铁鹞子的窝，哇，这好少见啊！我们继续上山。哎呀，现在呢，我们就从这个黑天坑里面爬上来了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坑口啊聚集了很多村民在围观。他们都对这个下面的场景很好奇啊。那本期视频呢，拍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1、2、3。小心，小心！这是在清明天坑深处发生的惊魂一幕。道光年间被洪水冲走的新娘难道葬身龙潭？暗河边上的黑色鞋子是否就是鬼新娘仅存的遗物？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真实的镜头还原清明天坑，探险全程。现在大家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下入清明天坑，典型的漏斗水。看一下下面，我们都是做好了安全保护的啊。下面依然是无尽的深渊，户外小蚱蜢的灯光能看到一点点，就在那个位置。当时的轿子从这里冲下去呢，可能直接被这个裂缝给挤碎了。户外向阳紧随其后，正在下降。现在我们已经逐渐接近底部，马上下降，开始探索内部洞道。基本上是看不到洞口的光了。这下面呢是典型的一个倒置漏斗，下面非常大，可能有100多个平方。这些鹅卵石下面可能就藏着一些骨头啊什么的，我们也不去翻动了哈。这个下面还有丢失下来的一些水果啊这些东西。这个
上面有这种水龙的气池。这里就像人工给做出来的坎子，但这里不可能是存在人工里面。当时他们延庆的队伍应该是冲到了这个地方里面，所以从这个岩石来分析，这个洞道形成的年代非常远。现在队友都通过了，小心了，现在我们踩在这个大土上，不影响我们继续探索。李哥，前面有什么发现？前面要绳子，这里要不成。我们锁匠一探究竟，做好保护，安全探索。开搞。好大的空间呐！这应该是蝙蝠的副业。蝙蝠唾液。我看一下，看起来像山体画一样。洞壁上面出现了像水墨一样的东西。这边那个上面还有石旗，你们看。现在行进从这里进去。这里看，你们小心一点，这里有点高。这个里面在雨季的时候是常年被泡起来的。这上面就是我们刚才在的那层空间。这个前面出现了像人头一样的钟乳石，这边发现了食人石马。微妙，这前面好壮观啊！前面有什么？一个大树井，然后旁边有非常多的石柱楼。下一张这个断崖，去下面看一下，我们发现了罕见的玉石，非常的温润，就在这个断崖的向下线路上面。队友他们正在通过这个断崖，我们继续向通道深处前进。现在已经进来了，差不多是2公里左右。地下河两边全是这种玉石，这个非常的透。前面就是地下河，这里出现有水条，还有红点齿蟬，兄弟们，红点齿蟬，终于发现了红点齿蟬。这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，这个水里面有很多红点齿蟬，然后这个地下暗河是这么向洞道深处延伸的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过去看一下，水晶圆护中。这里全都是这种水晶石。有没有鱼？暂时没有发现鱼。我把手机放到这个水里面去。这个水那个里面非常的深，还有红点齿蟬在里面游。这个河道里面有这种断桥，然后这个水非常的干净。要去脱水。看一下，像蓝色的琥珀一样，这里像龙宫一样啊，就像一条游龙曾经在里面待过。洞壁两边呢都是漂亮的水晶石，难道这就是水晶宫殿吗？特别的干净。看这上面有石葡萄沉积的一层一层堆积起来了，这个是由非重力水沉积形成的这种洞穴奇景。我们继续沿着地下河继续深入，咱们继续深入。这个水流并不是很大。这里还有个天生桥啊！这个，进来看这个。什么？龙顶天宫。我们发现了龙王宫，在这里也发现了天生桥。继续深入。哇，
这里是一个小水洞，看一下，哇，湛蓝的，非常的漂亮。看一下，现在李哥在寻找另外的出口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上面，全是非常通透的石笋，这个洞真的太漂亮了。这个水是碧绿的深渊。哇天，在这里发现了一个洞口，可以通往水潭那边，那边好像就是龙宫啊。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封闭空间，和水潭通通，看到没有？虽然通是通的，但是这个下面这个小洞人是下不去的。我们看一下这个下面是什么样的环境。这里下面是一个小裂缝，差不多只有一个鞋子宽，然后这里下去就是这个水潭。哇，那边水不深吗？那个八抬大轿可能就是在这里消失了。咱们看，刚刚是从这里爬过来的，洞到这里了，这个上面是一个圆形穹顶，然后就结束了。现在这里是完全钻不通人了，我们现在想别的办法吧。也许这里是伏流就探不了了。我看一下，这个是非常的狭窄呀。大家千万不要跟我疯啊！这个不是好玩的呀。妈呀！成功上岸！哎呀，看见吧？这个裂缝非常小，但是我已经成功的从里面抽回来了。我们现在去下面看一下。这边洞道很深。很深吗？对。好。好，我们也过去。好。好大呀！特别大。特别大。好，过去一探究竟。走，出发。走。咱们从这边过来了，这里水潭在这里转弯了啊。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小洞啊，就是这个上面的这个小洞。这个八抬大轿应该是冲到了这个水里面去了，所以咱们过去看一看。哇，这边洞道开始上行，那边是什么情况？看一下乙哥说的那个龙宫在哪里？这里还有鞋子，还有以前的那个担子，18担的那个水桶，这个应该就是200年前掉落这个坑底的嫁妆，看到没？这是一个木桶，这只有古代才有的哈。然后在这边呢，出现了这个绿莹莹的深潭，深潭前面就是无尽的龙宫。哇，好漂亮！龙宫那边就是好像是伏流，咱们必须过去侦探一下。黑色的是啥？是不是小巨蟒啊？小心哦！或者是观音神木。龙洞巨蟒。我再来拍一个，看，这个水底有一个黑影。前面有没有通道啊？没有通道，好冷啊！我感觉水底像有东西一样啊！快点游，快点游！小心，小心！潭水非常深啊，下次我们把水下无人机带过来拍摄一下。是不是有道理。看一下那个深处到底有什么东西。对，那个黑影有可能真的是龙。这个龙潭前面呢就形成了伏流，有可能当时的这个八抬大轿啊，28担的彩礼和20多人的迎亲队伍，全部是冲进了这个龙潭当中。我们在这个边上呢，仅发现了一只这个黑色的绣花鞋，还有一个这个木桶的碎片。这一个传说呢，
得到了验证。好了，那本期视频呢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多美丽的风景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探索之旅。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，拜拜。